晚上好啊，我是毛一凡。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如果猫跳过去了刚死去不久的尸体，那么尸体就会变成僵尸坐起来。为什么这个习俗会一直传到现在？难道真相真的是这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种田为生的一家三口。一天，年轻的爸爸就生病死了，就这样留下了年轻的老婆和孩子。就在他们守灵的第一个晚上，隔壁大妈就发现她养的鸡突然被5只猫追着咬哦，然后她就拿着木棍追打那些猫咯，追着，突然间就有一只猫跑进去棺材里面哦，结果这个棺材里面的尸体竟然突然的坐了起来。这个时候，在现场看到的人就在那边大声的喊：“尸变啊，僵尸啊，快点跑啊！”当时全部人就跑到一个不剩。隔天一早，老婆就请了一个道士过去看哦。当时那个尸体依然是坐着棺材里，道士就用了一个正师符把它弄了回去。其实呢，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闻，这个只是迷信，其实不是的。因为人在刚死不久的时候，体温还没有完全的冷却下来，这个时候很多的神经系统其实还没有消失的，这些神经系统会对静电产生反应。而且猫的毛发又会产生几千伏的静电，所以当猫靠近尸体的时候，很可能的会刺激到尸体的这些神经系统而坐起来。虽然知道了这个不是诈尸，不是僵尸，可是呢，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也要对已故之人尽最后的孝心咯。所以就有了半夜守灵的习俗。既然这个不是僵尸，那么拥有长长指甲、见人就咬的僵尸真的存在吗？大部分电影中的描述的僵尸是因为生前的时候有很大的怨气而死不瞑目，然后就尸变。不过大部分的问题也是因为他的目的有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看电影时候的僵尸哦，他们都是穿着清朝的衣服，那么僵尸是在清朝出现的？其实不是的，在不久前的中国就曾经发生过3起很有名的僵尸案例，分别是在1872年的广西僵尸事件、1995年的成都僵尸事件和2005年的四川僵尸事件。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最离奇的成都僵尸事件。1955年4月，那个时候青城山附近的一个庙在工作的时候，无意间就挖到了3副很古老的棺材。打开棺材一看，竟然是2大1小的干尸，他们的身体没有腐烂，看下去也不是一般的干尸，就有一点像电影中僵尸的感觉。于是他们就联系了那边一个很有名的朱教授，当时朱教授就带着一堆人到现场去调查咯。那3具尸体当时都是穿着清朝的服装，可是奇怪的是，这个棺材里面竟然没有陪葬品。虽然干尸没有腐烂，可是他们穿的衣服也有一点破破烂烂了。诡异的是，这3具干尸的头上竟然还戴着一个很特别的斗笠，而且这个斗笠一看下去就不是清朝的物品。当时他们就认为这个棺材里面的陪葬品在朱教授到达之前就被人偷完了，而那个斗笠呢，就是这些盗墓贼帮他们戴上去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那么有干尸就当然要运到国家的博物馆去研究了。就在隔天，他们要把这个干尸运走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好好的尸体竟然全部离奇的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恐怖的事情也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那段期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人，那些人神情古怪，脸色发白，眼睛发红，看上去就是行尸走肉那样。可怕的是，他们见人就咬。过不久也有传闻讲，有5具僵尸见人就咬，而且还是专咬头。回想起刚刚消失的干尸，当时整个村子就在讨论着这个事情，晚上睡觉啊都是提心吊胆的。干尸的陪葬品被人偷了，又出现僵尸，他们就怀疑是不是这些盗墓贼去翻别人坟墓，拿走人家东西后而激怒了他们，导致尸变。而且那些干尸又戴着那种斗笠，部分当地人也知道那种斗笠其实就是赶尸人专用的斗笠。赶尸人一般都会帮尸体带着斗笠一跳一跳的把尸体移去其他地方。斗笠是什么用的呢？我们也不知道。不过看到那些斗笠就会联想到那个一跳一跳吸人血的
僵尸。那么当时人们就吓到不敢出门咯。随着事情越传越严重，人们就讲是因为那3只干尸尸变成了僵尸，到处咬人，咬死的人就变死人，咬不死的还会变成僵尸。那么紧急的状况，政府就只好出动火力，马上把整个村子封了起来。过不久，就有电视台报道说，其中的3只僵尸被电网抓住了，其余的僵尸也都被抓到烧死了。从此，大家的心也就安了下来。但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因为过后也有传言讲，那3具干尸当时就被找到了，也没有尸变什么的。其实干尸只是被走私集团偷走了。那个时候原本偷走几具尸体也不难，可是就那么巧，在那段期间就出现了很多神情古怪、见人就咬的人哦，所以事情就这样被闹大了，最后也跑不了。而这些神情古怪、见人就咬的人，很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引起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呢，他是养猪的，有一天他的猪就突然被狗咬伤了哦。那么当时肯定是趁猪还没有死的时候把它杀掉，然后拿去巴萨卖咯。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那个狗患有特别的狂犬病，那只猪呢就被感染了这个特别的病毒，所以在巴萨买到他猪的人全部都中招了。所以这些奇怪的人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的传染病。再看回去这些僵尸事件，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人真正看过这些僵尸啊，也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版本。僵尸的流传都是从以前口口相传的流传到现在。不过很可能这些所谓的僵尸呢，是源自于很久很久以前的赶尸人。赶尸是什么呢？赶尸也叫移灵，意思就是把人的尸体和灵魂移动到其他地方去。故事发生在几千年的木游时代，当时苗族的祖先木游就在和皇帝打仗，当时呢就死了很多人，整个战场都是尸体，血流成河。他们就非常的心痛，于是就想办法把这些已故之人移回自己的家乡，入土为安。他们的军师呢，其实是个巫师来的。这个时候，军师就在一大片的尸体中间念起了咒语。当时这些遍地的尸体竟然神奇的站了起来，尸体们就这样跟随了军师的步伐，慢慢的走回了家。过后，这个茅山术就被传到了清朝。当时的清朝也在战乱，很多的人出门过后都回不到自己的家了，他们都是客死异乡。在那个时代呢，客死异乡是非常的惨的。可是要把这么大量的尸体移动到那么远的地方，是非常的难的哦。要知道以前哪里有车，哪里有马路啊？他们移动都是靠2只脚在慢慢的走的。再加上如果这个路程要10天半个月的话，那么这些尸体不就臭了？于是上古时期传下来的赶尸术就被广泛的利用了起来。由于赶尸每天都要跟死人打交道，就算放到现在也是属于很不吉利的，所以一般都是穷人在做。可是赶尸也不是全部人可以做的哦，要学会这个茅山术的入门也不简单的。首先你要够大胆，最低程度你都要敢一个人走去坟墓逛街才算合格。第二，方向感要好。师傅考验你的时候呢，就会叫你看着太阳一直在那边原地转，然后师傅一喊停，你就要马上分辨出东南西北才算合格，要不然走夜路的时候肯定会迷路啊。第三，身体要足够强壮，因为你一天要走10几公里的路。当你有了这些条件过后呢，就可以入门当学徒，拜师学艺了。首先就要学会让尸体站起来，过后再让他们动起来。当然还有很多更难的手艺，就像是赶狗啊、驱邪啊等等。不过最厉害的还是他们可以让人的魂魄回到尸体里面去哦。人有3魂7魄嘛，赶尸人就会用这种特别的方法，让这些魂魄回到身体里面哦。回来的魂魄越多，那么他们就会越轻越灵活。那么头上为什么贴着一个符呢？其实呢，这个就叫镇尸符。镇尸符就是为了防止这些魂魄跑出来，又或者防止尸变。过后他们就会拿着一个摄魂铃的铜铃，叮叮叮的牵引着这些亡灵回家。在电影里面，赶尸人就是那些僵尸跟着师傅后面跳啊跳的跳回家。不过现实中的赶尸很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流传到现在的赶尸其实是这样的：
首先，他们就会用一个即将失传的草药配方，让这个尸体长时间的不腐烂。过后再用朱砂和符咒把人体的魂魄封在尸体里面。赶尸其实是好几个人一起的，是由一个师傅带着铜铃走在前面，徒弟就走在最后面。他们在尸体上面用2条长长的竹竿绑着尸体的手，排成一排向前走。其实这个竹竿的前后呢是有2个人的，是由这2个人带着这些尸体向前移动。如果太重的话呢，中间会加多1、2个人。赶尸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因为白天那么多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不好吧。再加上他们都是穿着长袍，又在晚上才走动，竹竿又有弹性，所以移动的姿势看起来就是在那边跳。所以晚上被人看到的时候，就很像是尸体伸出手在那边一跳一跳的，越看越怕。口口相传，加盐加醋的，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僵尸咬人吸血。可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些真实的僵尸其实也存在的，因为除了中国，世界各地都有僵尸的传说。事出必有因嘛，要是真的看到僵尸也不用怕，我们可以用黑狗血啊、糯米啊、阳光啊来驱赶它们。再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停止呼吸咯。订阅我，带你探索更多奇奇怪怪的灵异事件。拜拜，我们下期见。